它当初真的是一个传统市场，真的是一个巴萨。想不到我身为一个槟城人，竟然选择在新加坡吃炒粿条。我好像倒太多酱油了。稀饭就算净吃饭也可以，是我吃过唯一可以媲美甚至超越马来西亚的一道料理，其实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认知中的猪肚汤，或者叫做胡椒汤。这个饭店今晚的价格是3500马币一碗，进去5分钟，这一趟旅行就是免费的了。 时隔7年呢，我终于再次回到来了新加坡。这一次呢，我会在新加坡逗留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就想说牌子快闪 vlog 带大家看看这2天2夜的行程。在我认知里，新加坡就是一个非常先进和国际化的地方，非常适合来这里赚新币或做一些国际贸易的。因为我个人大概在10年前就已经去过了他们这个新加坡的环球影城了。这一次得知要来新加坡的时候，我一时间还真想不到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旅游景点可以带大家去看看的。现在我坐在他们这个机场的，算是一个巴士等候区。那刚刚出关的过程还算蛮快蛮顺利的，可能也是现在是星期5的下午4点半左右，没什么人。我从一下飞机大概10分钟之内就已经成功出关了。我这个游客行为会不会太明显了？ 经过了将近1个小时的巴士和地铁呢，现在我们人来到了这个 Chinatown， 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牛车水的地方。牛车水这里其实是由4条街组成的一个长方形区域。据说呢，平时都是外国游客出没的地方。我就是外国游客。这个位置也太好了吧！ 那我们这2天会住的饭店呢，就在这个唐人街地铁站一出来的十字路口正对面。正门、电视机、镜子、厕所、床。 帅哥，这里就是我们接下来这2晚的住宿了。它是一家2星级的饭店，含税过后2个晚上的价格呢，要大概1100令吉。对，你没听错，我只能说新加坡真的是寸土寸金。好了，稍微休整了一下呢，现在我们正在走去饭店附近一个叫老巴萨的地方。 吃晚餐，根据网上的资料呢，这个叫做老巴萨的地方是建于19世纪初了。它当初真的是一个传统市场，真的是一个巴萨。可是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像是美食市集、小贩中心的一个地方。现在进到来这个老巴萨里面了，它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小贩中心。现在的策略呢，就是先在这里逛一圈，看看有什么想吃的，再找个位置坐下来吃晚餐。龙虾拉面，27块新币。稍微放了一下，想不到我身为一个槟城人，竟然选择在新加坡吃炒粿条。刚刚点了他们的炒粿条，那这里是自助的。 会拿到一个单，然后需要在旁边等了，自己拿去桌子。趁这个空档，我来逛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它炒粿条还有分 black and white 我什么都没说，它by default就有面了。味道很浓，很重口味，适合我。以一个食物来讲，它是好吃的，但是你不要去太在意你的印象中槟城炒粿条是什么味道，因为它完全不一样。吃完晚餐过后呢，现在我们人来到了 Bugis Street 这里，要去吃他们一家听说非常厉害的甜点。 这一次我应该会带一些回去。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简路糖水铺吗？
我们要吃的不是它。旁边这家就是我们要吃的阿秋甜点。那以礼拜五晚上这一个队伍，我觉得还可以等一下。也像怡宝的蛋挞。简单的点评一下这个阿秋甜点，个人认为它的店内环境其实没有到非常舒适，它是走一种比较传统复古风的，但是它里面的桌子呢，可能有点摆得太满了。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内用的话，可能那个整体的环境会感觉到比较拥挤啊，没那么舒服。甜品方面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的花生糊，如果有点的话，我会建议一定要加那个汤圆。而我个人认为它最有特色的应该是它的炖蛋哦，它那个奶味非常的浓郁。现在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也就是 Clarke Quay 和 Boat Quay 这一带。主要是想说，在今晚回去饭店之前呢，来这边看看一下这一区的夜生活。原来从这一区也可以看得到金沙饭店。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先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再见。各位早安，现在是早上快9点钟，那我们正在走去附近的一家早餐店去吃早餐。怎样要吃什么？走。好，那我们现在这一家早餐店叫做亚坤海亚多，是在新加坡一家非常有名的传统早餐店。它主打是卖一些半熟蛋、烤面包和咖啡。我看倒太多酱油了。吃饱了，我们2个人这样子吃，只要8块6新币。如果你没有去考虑那个兑换率的话，其实这个价格还可以。至于食物方面呢，我觉得它的茶水偏普通，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吉隆坡的味道。但是它烤面包的牛油就给得非常大方，几乎每一口都吃到满满的牛油。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唐人街这里的其中一个游客观光景点 Sri Mariamman 印度庙，它是全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庙，建于1827年。那它跟一般的印度庙一样，外面呢都有这一些非常精美的雕刻，可能它比一般印度庙再高大一些吧。他这里说他欢迎各个信仰的人进去里面参拜，但是进去之前呢要先脱鞋脱袜。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知识，这个庙的名字 Sri Mariamman 呢，其实它是南印度的一位多面女神，包括农业繁荣、疾病防护跟一般的祈福。所以无论你是想要寻求宗教体验、观赏文化遗迹，还是纯粹来这里打卡拍拍照，看一下它这个宏伟的塔身，这个 Sri Mariamman 都是唐人街这里其中一个值得一逛的景点。距离刚才那里大概3分钟的脚程呢，我们就来到了唐人街的另外一个游客观光景点，就是我身后这个佛牙寺。它这个佛牙寺呢，它除了是一个佛教寺庙以外呢，它同时也是佛教文化遗迹博物馆。所以，如果你是对佛教的文化历史有兴趣，或者你像我一样纯粹是以一个观光客的角度来参观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逛
傍晚的这个佛牙是走来这里外面就是牛车水的，它感觉上就是像一个小市集的样子，可能是大市集。听说有一些店面呢是傍晚才会开门的。我身后的这个珍珠坊呢，听说曾经在1970年代它是风靡一时的地标，它曾经是一个购物商场，现在它看起来是比较老旧了，应该已经没有在营业了吧？如果有知道的观众，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现在这个珍珠坊建筑里面是什么？刚刚走过的牛车水那一带，它给我感觉有点像槟城那个壁画区，有非常多这种老旧60、70年代的建筑。好，那我们现在人走进来了唐人街这里这个 Maxwell Food Court。那据说这里有一家必吃的天天海南鸡饭。我身为曾经每个星期吃5天鸡饭的外食族呢，对鸡饭也略懂一二，所以我们就来吃看看究竟有什么那么厉害。各位，他这里只收现金哦，想要来试试的朋友记得先换好新币。还有2个店面，一家是点餐的。旁边 B 站是取餐的，那我们点了2份烧鸡饭跟1个白鸡鸡胸鸡饭，就算净吃饭也可以。我发现，在同样的小食中心，还有另外一家新兴海南鸡饭，无糖绿茶，快8新币，排了大概10分钟，我们来吃看看。哇，它辣椒蛮辣。好的，吃饱了。刚刚呢，我们就点了2份烧鸡饭，还有另外单点1份白斩鸡胸，总共是20新币。先说说它的油饭配上那个酱汁哦，非常的香。就算是没有它的鸡肉呢，我觉得我光吃饭都可以吃3大碗了。然后它的白斩鸡胸肉非常的厉害，吃上去非常的软嫩，和我一般印象中的鸡胸肉差非常多，非常的滑，一点都不柴。如果是这种鸡胸的话，我可以天天吃。这是我第3次到新加坡来嘛，吃过那么多食物，可是我敢说这道天天海南鸡饭呢，是我吃过唯一可以媲美甚至超越马来西亚的一道料理，真的是非常厉害。好，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半，我们人来到了 Orchard Road。那这是我第一次到 Orchard 这一带。据我所知呢 ，Orchard 这里是新加坡的购物天堂，这里有非常多的购物中心、百货公司，还有时尚精品店。我怎么觉得那个眼睛有点可怕？不好意思，请问吃茶你知道在哪里吗？好，在这栋 Eon Mall 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名牌精品店。那有一些可能是马来西亚没有的店家，我对名牌这一区不是很熟，也没有什么向往。但是如果你是喜欢逛名牌的话，可能 Orchard 这里对你来说是一个蛮好逛的地方。来到了它比较地下的楼层呢，就有比较多比较亲民的店家。这是来自台湾的店家，可是我去台湾的时候没有看过。总觉得这一带呢，有一点像我们吉隆坡帕维园那一带，每个商场之间呢非常的近，可以从一栋走到过去另一栋。好，那刚刚呢，我们在 Orchard Road 那一区闲逛了一下，实在有点无聊。看这个时间还早呢，我们现在人来到了圣多沙的环球影城这里，刚说来拍照踩点一下，怎么知道在我们来的途中呢，天气突然间变差，现在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好，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环球影城。那新加坡环球影城所有人一定会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地球仪。虽然现在在下雨，可是为了打卡。我们就站在这边。哦，来了，游客行为 ，I love SGD。观赏艺术品。好，我们在圣多沙环球影城这里待了大概半小时左右。老实说，我已经开始感受到游客的人潮了。想要在这里好好拍一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我们再一次回到来唐人街这一带，要去吃一家据说蛮有名的肉骨茶店。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菜单，决定点一个排骨肉骨茶跟一个腰肉片汤，配2个白饭。吃饱了，我们刚刚这样子点2人份2个白饭加油条饮料，总共大概是29新币。这里是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有走过的 Boat Quay。好，所以刚刚的肉骨茶呢，其实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认知中的猪肚汤，或者叫做胡椒汤，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那由于我个人非常喜欢吃重口味还有热汤类的食物，所以我是非常享受刚才那一餐的。这是鸟还是鸡？各位，你们评评理。我觉得它是鸡。哎，有狗。那边有人快掉下去了，赶快去救他。我们经过了一条蛮酷的隧道，非常安静。传说中的金沙饭店，那当然我们会过去那里。现在我们要先去找一下我的老朋友。I have seen many waters. Islands of Fire, contended with Cheryl who loved the sequence of pig. 哦，算了，有点长。我身后的这一个呢，就是我的好朋友鱼尾狮的雕像啊，可是他最近不在，想看到他的人可能要稍等一下。帮我 P 一个鱼尾狮上去。好，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著名的高级奢华金沙饭店。那刚刚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饭店今晚的价格是3500马币一晚，我们还是来看看就好。我还蛮喜欢这一区的，虽然今天有点可惜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鱼尾狮，可是我觉得在接近傍晚时分，你可以来这里散散步、吹吹海风、看看风景、拍拍照，也是蛮不错的体验。走在这里看到一家 LV 的专卖店，蛮酷的，在水上。那我们现在要去那个苹果的。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 Marina Bay 这附近的 Apple Store， 它的长相非常特别，因为整栋建筑就好像建在水上一样。那个人建议呢，它可以考虑把它上面建立一个缺口，这样就可以更加贴近他们的品牌形象。刚刚进到来这个 Apple Store， 发现它有一个电梯，就跟着下来了。可是下面好像什么都没有。那我下来干嘛？刚刚从那个 Apple Store 电梯下来过后呢，其实它是直接通回进来这个 MBX 的这个购物中心。现在从这里呢，我们要过去那个 Garden by the Bay。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去看那个瀑布，是瀑布吗？反正你们看到就知道，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地方。可惜今天水没开。刚刚我上网查了一下，刚刚那个瀑布的地方呢，其实叫做 Rain Oculus， 人家有一个听起来很炫炮的名字啊，并不是叫什么瀑布。它一天呢只有6个时间段会有表演，包括早上的10点、下午1、3、5跟晚上8点跟11点。在距离晚上8点还有1小时多的时间，我们就决定先到那个 Garden by the Bay 看那个灯光秀。等下有机会的话再回来看看来不来得及。金沙饭店赌场。进去5分钟，这一趟旅行就是免费的了。啊，搞不好要付双倍。7:08，不过快要拍不到了。好，各位，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Super Tree Grove 的下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区。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人直接席地而坐，甚至直接躺在地上。很多半小时呢就会有这个灯光秀，反正 GoPro 也应该拍不到什么。那这一段就先关机。
我们现在回到来了唐人街，这个地方是今早没有来过啊，当时蛮多店家都还没有开的。好，稍微逛了一下这个唐人街的夜市，最终我们决定来这附近吃这一家长城超市鸡丝粥、炸粥、卤豆腐。好，明天见。各位早安，今天呢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了。像我们在去吃早餐的路上，吃完早餐呢，我们就要带你们去逛樟宜机场了。然后我们坐进来，他的店乍看大概只有10桌左右，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有2个人来的话，就要共坐一下啊，稍微体谅一下，因为它的位置真的没有太大啊。这里的蛋是要自助的，昨天那个先帮我剥好，很新鲜。让我们好好观赏它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回忆。像这里昨天的雅坤呢，他们2家的烤面包都算是在水准之上了。光论食物的话，这2家我会比较喜欢雅坤的烤面包。奶茶的话，我比较喜欢这一家东亚的。各位，我们现在人回到来了樟宜机场。现在呢，我们要去逛的就是这个如尔，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以大自然为主题的休闲与购物中心。好，在我身后啊，就是这一个 Rain Vortex 的装置艺术，它有一点像昨天那个 Rain Oculus， 我怀疑他们是同样设计师的。我发现这个室内公园里面有老虎。Hello， 哇，它长得好可爱哦！刚刚我们在那里上面，那现在呢，我们下到来就是最多人拍的地方。其实你走在这个瀑布旁边哦，是稍微会被淋湿的。机场这里也是有松发猪肚汤。几经辗转，我们决定吃一些比较新加坡一点的食物，就这家店小二。吃饭，吃饱了。刚刚那个午餐的烤鸭、叉烧跟铁板豆腐，总共是52块新币。刚刚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那个店内用餐呢，你在60分钟之内吃饱离开的话，它还有额外折扣15%。今天的聚会上买了个咸蛋鱼皮。OK，Thank you。好，这里和你们总结一下我在这个如尔购物中心的体验。个人认为它就有一点像是机场旁边的一个小outlet了。如果你在新加坡之前没有买到什么手信的话，其实你也是可以在这个如尔这里最后买一些想带回去的手信。跟一般outlet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餐厅，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新加坡才有的在地美食小店。所以如果你们有到新加坡来，也是从樟宜机场这里回国的话，不妨可以考虑提早1-2个小时来到机场，来这里逛一逛他们这个如尔的购物中心。好，那我们这一次新加坡48小时的快闪 vlog 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也记得要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看到。我是 Wix， 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现在在等那个 Universal 的 U 转过来。那现在这里下着还不算太小的雨。